上回讲到，萨摩国父岛津久光在1862年强行推动改革派参政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普代建制派的权力垄断，自以为完成了始终压制自己一头的王兄岛津骑兵一直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情，正好也给了不看好上洛、敢骂自己是乡下人的西乡隆盛一记耳光。然而实际上，岛津久光算是白忙活了一场。政治变革根本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志得意满的岛津久光在8月准备回京复命，还想让幕府用新买来的蒸汽船送他去大阪，好让他在耀武扬威嘚瑟一把。可心里正窝着火的木阁老中哪里肯答应，直言让他自己老老实实走路回去。然而木阁很快就后悔了，岛津久光刚过贺建川，就砍伤了几个冲撞自己仪仗的英国人。如果岛津久光在这时候敢做改当也就算了，可他面对讨要说法要赔偿的英国人，却装傻充愣起来，自己只不过是萨摩藩主的老爸，无官无职，说话不算数，担不了责任，让英国人去江户找幕府算账，给夹在破约攘夷和履约开港之间生不如死的幕府又扣上了一个屎盆子。而摆脱英国人纠缠的岛津久光，刚跑到京都就被孝明天皇亲自召见，对他砍杀外国人的攘夷壮举大加赞赏，赞他萨摩老将怒发冲冠，为天子百官免危难。一众公卿也跟着吹嘘，送他英气凛凛生迈毅，海边10里月光寒，把与几个外国人的意外冲突渲染成一场赢麻了的养夷战争。然而岛津久光此时也根本就听不进去这些彩虹屁，担心英国人可能随时要进行武力报复，心里早就慌得一批，强忍完尴尬就要回鹿儿岛备战，以免被英国人给抄了老窝。更何况京都的局势其实已经发生了逆转，让改革立场的岛津久光在此根本就已经没有了话语权。3个月前，岛津久光下令清剿留至京都的萨摩藩激进的革命派，与反动势力划清界限。可就在岛津久光在江户给中央添乱的这段时间，长州藩、土佐藩和朝廷中积极拥抱革命的公卿在京都强联合到一起，天皇脚下的京都俨然成了革命派的大本营。常州藩主毛利敬亲本来是想以先开国图强，后实行攘夷，在京都朝廷和江户幕府两头讨好。在幕府老中安藤信正遇刺下台，萨摩国父岛津久光起兵上洛之后，算是彻底的失败。而藩内革命派的州部正支柱九坂玄瑞和桂小五郎，也就是后来的幕户孝允，趁机说服在大事决策上始终是你看着办吧的毛利敬亲，变更斗争路线，以及时攘夷为立场，倒向幕府的对立面。因为常州藩转身太慢，而转到了相反的方向，所以没有赶上岛津久光的中央特快，只能去策动京都中躁动的年轻公卿，让他们去制造舆论。常州藩则在背后提供金援。于是乎，敢叫嚣幕府不攘夷，就把江户变成焦土的史上最强暴走公卿三条实美登场了。他是在安政大狱中，在幕府政治迫害中病死的革命先烈三条10万之后，在岛津久光上洛要清算清幕府的公卿时，作为清华家出身的三条实美就敢上书朝廷，矛头直指上级公家官摆9条上中。就在天皇犹豫要不要给岛津久光站台时，他又上书给天皇，一边道德绑架，一边打鸡血，鼓舞着天皇喊出幕府不攘夷，老子亲自带你们冲。在6月底，派往江户的赤使回到京都，汇报幕府将军来年开春就要上洛的消息，攘夷大势已成定局。可三条师妹和常州藩的革命派并没有乖乖等着幕府将军上洛，反而要趁热打铁，将京都朝廷掌控在革命派手里。三条师妹联络小舅子山内荣堂的土佐藩，要土佐藩的藩主山内丰范带兵上洛勤王。但真正让土佐藩动起来的，其实是刚刚通过暗杀夺取了藩内实权的武士半平太。土佐藩的前任藩主山内荣堂，那是老改革派，在安政大狱中被软禁，只能将藩主之位传给10几岁的山内丰信，并且由搞改革强国的吉田东洋来佐证。但是在岛津久光要起兵上洛的消息传到土佐，受到吉田松阴革命思想理想的土佐勤王党领袖武士半平太认为革命事业在此一举，于是策划暗杀了主持藩政的吉田东洋来夺权，联合被吉田东洋打压的上级藩士主导了藩政，让土佐藩和常州藩一样倒向革命。话说，本来武士半平太是想让好基友，也是一刀流高手坂本龙马去执行暗杀，可坂本龙马心里只有自由和远方，不仅不愿意去执行暗杀，甚至直接推翻游历去了。后来武士半平太和坂本龙马双双穿越到当代日本，一个成为了小学老师，一位成为了八卦记者，并且一起联手对抗财阀。
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话说回来，在得到土佐藩武力加持的肯定答复后，三条实美开始有恃无恐地在朝廷中清除异己，任何不坚定站在革命派立场的公卿都成为了政治攻击的对象。像是促成河宫降价的天皇的心腹岩仓具视就被污蔑为四奸二品之首，遭到整肃，被罢官夺职，驱逐出京都。此外，在7月，幕末4大人斩之一的萨摩藩的田中新兵卫将9条家臣岛田左近枭首示众，江户中央领导被砍。从锦衣之弊之后，似乎见怪不怪。可针对京都公卿的暗杀，这还是头一次。岛田左近在安政大狱中配合幕府实施对京都的革命派进行大规模的抓捕和迫害，然而他不仅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而在幕府的庇护下官商勾结，盘剥百姓，玩弄妇女。总之，在革命派眼中，他是京都丑陋的顽固旧势力的典型，是幕府腐败糜烂、肆意妄为的又一案例，是幕府不尊王不攘夷的又一铁证。那么，尊皇攘夷的革命派志士自认为有责任和权利直接惩处奸佞，而岛田实在是名声太坏，朝野上下对他的人品那是嗤之以鼻，所以对于他的暗杀行为反而获得的更多的是喝彩。8月份，土佐藩兵进入京都，被任命为御所警卫，武士半平太就与田中新兵卫结拜为义兄弟。针对京都中人的天诛越发频繁，范围更广，手段更加残忍。任何反对革命派对幕府极限施压的，都可能成为天诛的对象，让只是机要秘书的三条实美得以在朝廷中拥有了话语权，从而让朝廷在9月下达再次派遣赤使前往江户，落实幕府将军上洛，甚至还要幕府为京都设置听从天皇指挥的亲兵。而且这次被任命为赤使的只是20来岁的三条实美，而担任护卫的土佐藩藩主甚至还不到20岁。这不得不让朝廷中稳重老派的公卿觉得担忧，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毕竟在他们眼中，幕府可不是纸老虎，哪能让人随便摸屁股？结果三条实美就摸了一把，感觉还挺爽。作为朝廷赤使的三条实美，根本不按照原本幕府制定的规范礼仪，没有将驾龙停在大门外，直接到客厅门口才停下，根本不顾幕府将军还站着，直接朝上段主位坐了下去。而幕府将军不仅没有生气，甚至在提交的奉达书里史无前例地自称为臣，明确表达了与天皇的臣属关系。而幕府之所以身段如此柔软，最直接的原因是幕府正在为岛津久光在生脉砍杀英国人的事情擦屁股。英国代理公使尼尔正在要求幕府赔偿10万英镑，同时对萨摩藩要求惩治凶手赔偿25000英镑。幕府虽然没有照单全收，但是还是愿意沟通谈判。而萨摩藩则完全不理会，将压力全部给到了幕府身上。这时候迎接京都革命派赤使只能先安内再攘外，只要京都赤使不再生事团，他想怎么爽就让他怎么爽。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攘夷就是幕府的软肋，本来幕府的统治正当性就来自于天皇的大政委任，天皇将管理天下的权力委任于幕府，以安民攘夷。在1807年北方匪俄通商被拒后，在北海道一路烧杀掳掠，德川幕府代为天皇管理天下的统治正当性就开始受到质疑，不得不向光格天皇寻求政治背书。好在当时的光格天皇还愿意配合幕府的工作，但是此举却打破了将朝廷隔离于政治之外的限制，开启了一个外事决策需要天皇政治支持的先例。而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阿部正弘为了压制幕阁中建制派普代的势力，借此机会有意将实力亲藩和万样雄藩作为第三方势力引介入对外的政策讨论中，作为坚决攘夷的反对派与普代建制派形成对立。阿部正弘最后又以孝明天皇的秩序来做政治平衡，这反而从此让天皇的秩序成了幕府外事政策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不甘心只是作为幕府橡皮图章存在的孝明天皇，在做出要幕府实行攘夷的政治表态后，那么攘夷就成了征夷大将军应当承担的责任和继续执政的条件。然而幕府在攘夷行为上却是暧昧的、消极的。国外列强说白了是要赚钱，国内反对势力那可是要夺权，这跟要命有什么区别？这反而给各方反对势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抓手。抛开事实，只讲立场，攘夷不绝对，那就是绝对不攘夷。只要高举尊皇攘夷的大旗，便能从法理上彻底否定幕府的统治正当性，逼迫幕府退后让步。岛津久光作为改革派，不也是以督促幕府攘夷为借口，来换取天皇的政治支持，以实行攘夷为借口反红旗不反中央，来实现中央权力结构的改革诉求。
而地方雄藩里的攘夷之士也是通过攘夷立场来向藩内的保守建制派夺权，从而让藩内的政治路线转向。成功的像是长州藩和土佐藩，而失败的则有水户藩的天侯党。而孝明天皇也是想通过攘夷来统摄朝廷，只不过最后遭到了攘夷的反噬。三条十美带着胜利的威望回到京都，朝廷就增设了议论国事的国事御用挂。三条十美作为革命派公卿领袖进入朝廷决策中枢。随着幕府将军上路的日期临近，京都的天诛行动越发凌厉起来。最后关白禁卫中心被逼辞职，朝廷又为革命派公卿增设了国事参政和国事继人的职位，使得革命派公卿最终掌控了朝政。此时的孝明天皇彻底沦为了革命派手中要挟幕府的工具。在逼迫幕府将军公开向天下公布及时攘夷的神社行性中，不想沦为工具的孝明天皇本来还想以身体不舒服向三条十美请假，结果竟被三条十美给硬怼了回去。现在不许疼，给我上！逼得孝明天皇一边流泪一边给岛津久光写求救信，快来救我，生不如死。那么革命派的暴走和失控到底该怎么收拾？长州藩的革命派最后又是如何与改革派的萨摩藩联合到一起？且听下回分解。